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艾语的蓝舍蓝分。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用新鲜的水草种植兰花，心得体会方法，还有最后介绍如何简易得到这些新鲜的水草。这种养殖的方法看上去有点像看到鱼缸里的新鲜的水草一样，非常的清新。我用这种方法培育文心兰，效果不错。今天就想把这种方法用于水培的兜兰，因为这两种兰花水培的时候都不需要晾根。这是 Lico Tower， 这一盆呢就是三色魔地，它水培了有几个月了。接下来的这一盆呢，就是水培的亨利兜兰，它的花才刚刚谢了不久。它们水培的状况都不错，相信用新鲜水苔养这个方法，它们一定喜欢。先看一下这盆用新鲜水草养的文心兰，看看它的根部，还有这些水草，就像看到鱼缸里的海草一样漂亮。现在方法非常简单，从底部这样子轻轻拉一下，就出来了。现在有3盆兰花需要这个水草，所以拉3份出来就够了，这个量就可以了。然后在这3盆兰花的根部挂上这1份的水草，让它挂在根上就可以了。要让它接触到水。想要这些水草长期的保持翠绿的颜色，一定要养护。养护的重点就是要让它保持湿润。我用这种方法养殖文心兰的时候，会根据兰花的生长期来用兰花的专用肥。当它有小苗的时候，我会用生长肥。生长肥含氮量比较高，这些水草也需要氮。用这个方法养殖文心兰，在我的视频第17集里面已经有分享，这里就不重复了。我觉得水培兜兰跟水培文心兰差不多，所以我打算用同样的方法来养殖。我会用到兰花的专用肥、海藻水，还有钙镁补充剂。当看到有花苞的时候，我会用含磷量高的磷钾肥，但浓度一定要淡。通常传水培的兰花根部要尽量的避光，因为光照之后容易产生水藻，看上去很浑浊，不好看。但是用新鲜的水草养殖就相反了，就要让它见光，见光之后它才显得更加的翠绿。有人问，这些水草养久了会不会变褐色？会的。如果你不保养的话，慢慢的这些水草就显得很老旧，不好看。那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它常青呢？方法非常的简单。水培兰花，我会每周把它的根部冲洗一遍，缠绕在根上的水草也会被冲洗过。老旧的水草很容易被水冲走，而新鲜的水草却紧紧地缠绕在根上。还有就是，当我看到有花苞的时候，我会用高磷钾的肥
这种肥对水草也有益处，它会产生很多水草的种子。近距离看一下这个浅咖啡色的就是水草的种子。它就像人的头发一样，会掉也会长新的，所以它才能保持长期的翠绿。在光合作用下，又产生很多的氧气，给兰根提供了很好的共生环境。既然用新鲜水草这么好，能不能用它来养蝴蝶兰呢？我觉得是不太适合的，因为蝴蝶兰水培需要干根，而水草需要长期的湿润，所以这个方法不是适合所有的兰花。还有就是有花友问，在哪里可以买到这些水草？在网上可以购买。另外，我今天却有一个新的发现。我在这盆新买的文心兰盆面上看到了很多的水草，它不是绿藻哦，它还带着种子。我马上检查一下我自己养的兰花，发现有一盆长期保持湿润的表面上长有这种水草。它的质料是干的水苔。我想这就跟我最初发现新鲜水苔的原理是一样的，在干的水苔里面有种子在。所以下一次当你去购买兰花的时候，就要留意它的盆面，看看有没有像这样的东西。它跟绿藻不一样，它是一条一条纤维状的，用水苔来做质料，在潮湿的环境下很容易就长成一片。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自己培养，用干的水苔，我们让它长期的保持湿润，再给它适当的光照。如果它有种子的话，就会发芽。其实这个概率还是非常高的，你可以看到这个盆面上就已经不知有多少的种子在上面。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方法。最后祝大家养兰愉快。